各位朋友大家好，之前我们有跟各位朋友分享过水龙头陶瓷芯的润滑，在那个影片里面，陶瓷芯润滑的部分我没有做得很详细。今天的影片会在拆解陶瓷芯以及陶瓷片的润滑部分会做得比较详细。这一颗水龙头它陶瓷芯的拆法跟以往有一点不太一样，关于把手如何拆卸，我这边就不再多说了。有需要的话可以参考之前的影片哦。麻烦各位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、按赞、分享我的影片，这样子是对阿宝频道最好的支持与鼓励哦。在我们拆掉这个把手以及这个修饰环之后，我们就需要把压住陶瓷芯这个铁环拆下来。以往在我影片中的这个铁环，它都是有6角的设计，所以我有建议各位使用这种扳手，或者水管钳，类似这样子的，或者活动扳手都可以，甚至像6角的套筒都可以使用，套上去就可以把它转下来。但是今天它这个设计不太一样，它这边没有6角的设计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使用像这种工具把它拆下来。现在换另外一个角度，应该可以稍微看得比较清楚。它这个地方没有6角的设计，但是它这个环在这4个方位1、2、3、4，它都好像有做一个凸点这样子。这个凸点的话，就可以让我们使用像这种尖嘴钳，把尖嘴钳这样子打开，然后插进去，我们就可以旋转这个破紧环。如果要拆开的话，就是逆时针旋转。对了，在开始之前还是提醒一下各位，这个环锁回去的时候会需要一个固定的扭力值，因为我们没有扭力扳手，我们也不知道我们锁的力道够不够，所以在拆卸之前，我们先用油性笔在这个环上面做一个记号，等我们要装回去的时候，把记号再对准原本的位置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做好记号之后，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尖嘴钳，然后这样子做逆时针的旋转，这样子就可以把这个破紧环松开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用手把这个破紧环拆下来。它这个破紧环就没有6角的设计，它有设计4个凸点，就是可以让你卡住尖嘴钳的前端，让你使用尖嘴钳来把它拆下来。它的背面就是这样子平整的设计，用来破紧陶瓷芯。这种设计跟我之前介绍的拆卸方式就不同。所以水龙头的设计，特别是分水杆的部分，每一家设计都会有所不太一样，也不是所有的水龙头的设计我都有见过。接下来这个陶瓷芯一样，这样稍微摇晃一下，让它松动之后，就可以把它取下来。这一次这一颗它取下来的时候，橡皮就还在粘在陶瓷芯上面。我这一颗是一个短角的陶瓷芯，陶瓷芯它有分长角跟短角，所以各位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选对，而且它还有尺寸。如果不是很清楚如何选购陶瓷芯的话，可以参考我这一部影片哦。这一部影片有介绍陶瓷芯的规格，介绍的非常详细。我们今天拆下来的这一颗陶瓷芯，它又是 PJ 这个品牌。这个品牌在市面上蛮常见的，它使用的是日本制的陶瓷片。在我们拆开之前，我们还是在上面做一些记号，到时候装回去的时候会比较没有问题。它这个底下是一个座，会跟中间分离，这样子把它画条线，等一下线对线。上面这根芯跟上面这个盖子是可以分离的，这样子在中心点把它画条线，做个记号。接下来我们要把上面这个盖子跟底部分离，左边这里有个卡榫，另外一边这里也有一个卡榫。这里的话我是使用这种1字的起子，把它稍微用点力，然后按下去往前推，这边推一点点，我们换推另外一边，两边都这样子压下去往前推，它这样子底下的盖子就可以脱离。我们先把它全部拿出来，右手边这根杆子往前推，就可以把整颗这样子拿出来，杆子也可以拿出来。这种陶瓷片有专用的润滑油，不过我们今天一样使用 O-Ring 橡皮圈用的专用润滑油。它中间这一块陶瓷芯
它里面那个洞口的设计是有一点像三角形的。底下这一片陶瓷芯，它就是会有3个洞，一个是冷水，一个是热水，另外一个洞就是混合出来的温水。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陶瓷芯的设计，主要就是最底下这一片跟最中间这一片陶瓷芯在发生作用。最上面这个应该是个塑胶的，再上来这一根杆子也是塑胶的。最上面的这个塑胶片，它是扣在中间这一片陶瓷芯上面。当你开水跟关水的时候，那根杆子就会顶住这个洞，然后做前后的移动，就会把水放出来或者关闭起来。当你在做左右旋转的时候，就会控制左边热水，右边冷水这样子。当转到中间的时候，就是冷水跟热水都会进来，进来之后混合成温水，从另外一个洞出去。所以我们润滑的时候，最主要是要润滑最底下这一片陶瓷片跟中间这一片陶瓷片。我们在这个杆子这个边缘这边也可以做润滑，因为当这个杆子装进去这个盖子的时候，它会跟这个盖子之间有摩擦力，所以在这个杆子边缘这一层涂上润滑油，或者在这个盖子里面这一圈涂上润滑油，都会有助于提升这个陶瓷芯的手感。抹润滑油的话，其实不用两边都抹，抹一边就好了，抹在这个面上面就可以。然后在这个塑胶柱子旁边抹上一些润滑油，或者在这个盖子里面洞旁边那一圈把它抹上润滑油。陶瓷片这边我们单面抹上润滑油之后，就把它盖上去，然后把它压紧，这样子在上面转一转，推一推，都抹好润滑油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把它装回去。上面这一根跟这个盖子里面，它会有一个卡榫，要卡在那个位置，它才有办法盖起来。把它这样子位置放好之后，就可以按照我们之前画好的那个线，把这个盖子盖回去。各位盖回去之后，如果发现这根杆子，像我现在只能左右转动，没办法前后移动，所以就要把它拆开来重新再装一次。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陶瓷片的位置，最下面这个陶瓷片应该是可以卡在这个底座上面。最前面这里有条黑线，就是我们刚刚画的线，这个是正前方。有2个比较小的洞，刚好是对称的。后面这边就是混合出来的温水，这个洞就比较大，在后方。再来我们把上面的塑胶片放在中间的陶瓷片上面，然后这个塑胶片有个缺口，这个缺口我们朝向后方。中间的陶瓷片跟上面的塑胶片它是有卡榫的，刚好可以对齐，所以方向上面应该是不会搞错。然后我们再把上面这根杆子装上去，杆子上面我们有做记号，黑色线的在前方。最后我们再把这个盖子盖上去。盖上去之后，我们就试着旋转一下这根杆子，然后再前后掰动一下这根杆子，它都可以正常运作。所以这一次我们就安装正确。安装好之后，这个 O-Ring 的润滑油也可以在这个黑色橡皮圈上面抹一些。各位可以检查一下，如果你这个黑色橡皮圈已经破裂的话，你可能就要买这个橡皮圈，或者整颗陶瓷芯换掉，如果你买不到的话。最后我们就把它装回水龙头上面。这个陶瓷芯后面有2个定位的角，有2个凸点，这2个凸点要对准水龙头里面有2个小洞。在将陶瓷芯放进去之前，各位也可以使用菜瓜布把这个底部稍微把它清洁一下，因为有的时候会有水垢之类的，会影响橡皮圈的密封性。各位可以用手试着旋转一下，它应该是会卡住没办法旋转的，这样子就表示说你有把它放到正确的位置。接下来我们要安装这个破紧环，装这个的时候入牙一定要正确，不然会把它的螺纹锁坏掉。手转不动之后，我们再用钳子把记号转到正中间这边，然后我们再把修饰盖以及把手装回去，这样子就完成了。我们今天的影片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记得帮我按个赞，然后分享我的影片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